贵妃娘娘今日心情很不好，只因为皇帝在来看她的路上被康婕妤劫了去，真是个天生的狐妹子，整天最会的便是勾搭人。好啊好，如今倒是欺负到本宫头上了，待本宫找了哥哥，灭了他全家满门。他对着整个迎福殿谩骂，好像皇帝没来是我们这些做宫女的无能，都哑巴了不成？没个活人吗？不知道出主意吗？一个两个的，要你们有何用？都给本宫消失！贵妃娘娘盛怒，所有人脚底抹油般的开溜。贵妃娘娘有个好哥哥，正是这个好哥哥，三言两语便让皇帝灭了开国大将满门。这是个人人自危的时候，宫门甬道处的180余人皮灯笼，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众人，得罪谁都不要得罪杨家兄妹。而康婕妤之所以这么大胆，敢在贵妃手里抢人，无非是有着与皇帝青梅竹马的情分，而我只是因为是最低等的下人，被长氏姑姑安排留下，远远地伺候着贵妃。我低头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但长氏姑姑将我留下，分明是把我当成出气筒推出去。迎福殿的人都知道，贵妃生气必须要把气撒出来，否则谁都别想好。果然，贵妃将我喊过去，把我当狗玩。她将手里的帕子扔出去，让我学着狗的样子爬过去，将手帕用嘴衔过来，如此往复。她扔得百无聊赖，而我已经大汗淋漓，终于等来了她的一句：算了。在我以为今天的事情算结束了之后，他又将手边的茶盏摔下，让我脱掉鞋走上去。我照做，所过之处鲜血淋漓，大概是我忍无可忍的疼痛取悦了他。贵妃终于抱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今日你表现很好，以后就待在本宫身边做条狗吧。这句话代表着今后将无数次上演今日的痛苦，但那又怎么样？我跪谢主恩，还没容我回答叫什么名字，他又笑了。你们这些贱人唯一的用处就是逗本宫开心，知道吗？贱人永远都是贱人，跟那个狐妹子一样。我低头不语，耳边却传来了清风明月般的声音：莹儿，朕来了。我跪在地上，用眼角余光瞥见一抹明黄色走过，就是这样清朗的声音，屠了那180余口人命。无尽的恨意涌入脑海，让我忘却了脚上传来的疼痛。我好像又看到了全家被杀的场景，眼泪便止不住的流，直到耳边传来皇帝的一句：此宫人容颜不敬，罚跪3个时辰。我被人拖到宫门口跪着，脚上还带着茶盏的碎渣。天色渐晚，我遥望着那些人皮灯笼，好像他们都在喊我回家。乖女儿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这些年国家内忧外患，家里又都是男子，又都要出去打仗，没个能照顾你的人，你还是在安里待着比较好。父亲是真的老了，早已两鬓斑白。妹妹放心，待哥哥平了内贼与外患，定来接你回家。是啊，妹妹，等哥哥们接你回家。我听着哥哥们的话，满脸憨笑，等着他们早日接我回家。回家呀？哪还有家呀？都死了，只剩那封绝笔。乖乖女儿，乖乖长大，莫牵挂，莫寻愁，盼女平安，以慰我心。尸体层层堆砌，搬尸手的衙役都大汗淋漓，只剩下宫门口的一盏盏人皮灯笼。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人是流泪死的吧？要不然我早就死了。可我既然没死，那我就要活得有意义。这天下本就是我父亲打下来的，是这皇室负了我父亲。我的家人，他们没有死在敌人手里，却死在了他们拥护的皇室。是这该死的皇室欠了我家。哥哥用战场上带回来的女奴替了我死，所以我成了一名女奴，进了皇宫，寒风凛冽。皇帝与贵妃爱意缱绻之后，才心满意足的出来。我却早已没了知觉，只看到那个明黄色的衣角飘过来了一句：这宫女有点意思，像个雕塑，哈哈哈哈，有趣有趣。3个时辰满，长氏姑姑安排了人送我回去，可我刚缓过来，便被贵妃使来的人叫过了去。贱人，跪着都能勾搭人，果然是个狐妹子。来人，掌嘴！只因一句有趣就要被掌嘴，这种事情在迎福殿早已司空见惯。我躺在床上，开始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必须要想办法找个突破口，而这个突破口只能是贵妃。第2日，我给贵妃献了一瓶药膏，我将昨日受伤的脚给贵妃看了看，贵妃连连称奇。昨日还是狰狞的伤口，只过了1日便伤口愈合，这样下去，不出2日，不就连伤疤都看不出来了？我跪着点头称是，此药膏是安里的师傅所制，因材料珍贵，贫穷的安里只有这一瓶。我将药膏献给贵妃，只告诉她这是我偶然所得，却没告诉她这药我会制。我告诉贵妃，我精通美颜之术，可制作冰肌玉骨丸，只需在沐浴时用1颗，便能使肌肤光滑细腻如幼女。果然，贵妃将我留在身边伺候。世间女子爱美，并且总觉得自己可以更美。她当然不知道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她也不知道我是这个世上最厉害的药师。父亲，你曾说让我济世救人，可我弄死他也是济世救人吧？可我没想到，在我献药的第2日，便又被贵妃扇了一巴掌。
贱人！我的药师说你这药丸虽可使人肌肤似幼女般光滑，但也会让人不孕。你这个贱人竟敢包藏祸心！贵妃气急，我却早已有所准备。我当然知道他会找药师查看我的药丸，但他不知道这是我故意的。我要他在用药方面只信任我，所以他一直以来的用药师是我第一个要除掉的绊脚石。我与用药师对好了用药材料，又将药理医术摆在贵妃面前，白纸黑字，且都是当世的用药大家所作之书。贵妃的用药师吓得跪在地上认错，她承认是嫉妒我得了贵妃的青睐，要报复我。贵妃气得让人把她拖出去狠狠地打，惨叫声回荡在整个营福殿。经过这么一遭，贵妃还是不信我，要我自己每日先用这冰肌玉骨丸。我欣然应允，因着制药材料珍贵，作为奴婢的我可用不起。没成想贵妃要送上门来，我每日沐浴，贵妃眼见着我皮肤越发光滑细腻，气得绞断了手里的帕子，让我停了用药。她开始每日用我的药丸，看着渐渐光滑的皮肤啧啧称奇，我心里暗喜。她绝对想不到我用的药跟她的可不一样，她的那份也可以达到她想要的效果，但也确实会让她不孕。怪只怪她太蠢，我每日给她送药丸，我也很确信她沐浴时没有一次遗漏，可我还是听说她怀孕了。我随着众人跪在地上恭喜主子，白皙的后颈却引起了皇帝的注意。此女容颜甚好，这宫里的好颜色真多呀。贵妃又气得咬碎了一口银牙，我又被她使人拖出去掌嘴。我自从进宫，从未保养，唯一一次做身体保养还是她让我泡的药。正是因为她，我才引起了皇帝的注意，他不气才怪。自从我被打，皇帝一次都没来看过贵妃。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他打了我，可我没那么重要。皇帝前脚刚夸过我，后脚我就被打了。他个蠢猪，还不知道让皇帝没脸了。他气得在屋里摔东西，扬言皇帝是个负心汉，吓得整个宫人跪地祈求。贵妃是主子，言行无状也是我们做奴婢的错。我叹了口气，自发跪下来求他让我去请皇帝。他一脸想杀了我的表情，却顾及到没人能做出来我的冰肌玉骨丸。我知道他找了无数用药师想模仿我的药丸，但没有一个人能做出来。有人能做出来才怪。我出门去请皇帝，贵妃也想不到皇帝还会记得我这个人。皇帝真的被我请了来，可贵妃却没那么开心了。贵妃那么憋屈，让我真开心。皇帝只待了1刻钟便走了，贵妃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地送人。贵妃终于承认了我的特别，只要我不去请，皇帝就不来。贵妃越来越依赖我，因为只有我可以不负她所望。可我怎么会如她所愿呢？我跪在她面前哭诉着，整个宫里都在传我有意勾引皇帝。我不愿辱没了营福殿的清白，我愿以死明志。他骂我不知好歹，你记得，你所有的荣耀都是我给的，这份恩宠给了你，本宫还可以拿回来。要是给了别人，贵妃心灰意冷。我知道这天终于来了，门外大雪纷飞，屋内温暖如春。我躺在贵妃的床上，睡了她最爱的男人。皇帝说从没见过我这样的角色。寝室内传出一阵又一阵的调笑，我当然是故意的，因为我知道贵妃就站在门外，她有孕在身，没办法承恩，必须找人来替她。她显然也知道，整个营福殿，皇帝只要我。你看啊，人总是这么不知足。她怀了孕，却也做不到看着皇帝雨露均沾。她选了一个卑微如蝼蚁的我，以为可以随意拿捏我，可我怎么会让她如愿呢？第二日，我伺候着皇帝起床，他恋恋不舍地说会给我名分，我淡笑不语。开门的瞬间，寒风侵入，映入眼帘的是贵妃带着满脸的眼泪倔强地站在门口。我捏紧的衣角，抬头果然看到满脸歉意的皇帝。我抢在皇帝说话前跪在地上，大声叫着贵妃娘娘。我跪在风口处，等着皇帝把我抱起来。此时此刻的皇帝应该最是接受不了我如此卑微地跪在地上。我躲在皇帝怀里，提醒着他贵妃娘娘还怀着龙子。果然皇帝越发不高兴，斥责贵妃不保重龙子，是你自己给朕献的人，这又是做给谁看？你怀着孩子，竟不知道朕的孩子有多金贵。是啊，如果这个孩子出生，那就得是皇长子，可他不会出生，用了我的药的他，就算怀孕也保不了多久。皇帝下旨封我为婕妤，依旧住在营福殿侧殿，这也是我自己的请求。贵妃还没倒，我不可能离开营福殿。皇帝越发留恋我的身体，从前是独宠贵妃，现在是独宠贵妃手下的婕妤。宫里人人都说贵妃下的一手好棋，连杨文凯也写信夸赞她的好妹妹处事得当。贵妃笑意盈盈地赏了送信人，转头砸了寝室里所有能砸的物件。我听着各种名品瓷器的碎裂声，宛如天籁。这才到哪儿啊？贵妃，怪就怪你杨家做的孽太多，整个皇宫都在关注着贵妃的肚子。皇帝特意安排了太医每日请脉，可是皇帝不知道贵妃肚子上怀孕所致的皱纹爬满了整个胸膛，形容可怖。太医的药膏抹了一瓶又一瓶，总不见好，连我的药丸也起不了作用。贵妃越发烦躁，暴躁的情绪无论如何也压不住。太医束手无策，皇帝亲自来哄，却被贵妃扇了一巴掌。贵妃吓得跪地求饶，以手触地的
砰砰声让皇帝的脸色越来越黑。我上前跪求皇帝，请他顾念贵妃肚子里的龙子，不要责怪贵妃。所有人都说是贵妃肚子上的韵纹让贵妃疯了，只有我，无论贵妃怎么骂我打我，我都会坚持不懈的每天给她铺床。所有人都说我有情有义，明明做了主子，却对前主子关怀备至，我当然要关怀备至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哄得贵妃认我做了义妹。我给杨文凯写了封信，告诉他贵妃姐姐近来情况不好，她认了我做义妹，以后跟宫里的通信可以联系我。春天来临，宫里炸开了锅，因为皇帝期待已久的皇长子，仅仅3个月就胎死腹中。我特地带了瓶酒，找了个好地方庆祝。这个地方鲜少有人来，且能清晰地看到那180余盏人皮灯笼。阿爹，女儿做到了第一步，哥哥们，你们也看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杨文凯和皇帝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。贵妃像是脱了一层皮，整个人形容枯槁，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疯了。皇帝以贵妃需要养病为由，将我迁了宫。又3月后，我有喜了，皇帝升了我的位分，封号为臣，臣妃。谁都知道这个封号代表了什么，这是皇帝生母生前的封号。贵妃听了后，据说整个人更不好了。我特意去瞧了瞧，她张牙舞爪地说我是故意的，我承认了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贵妃娘娘，我还要谢谢你呢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有如今的地位呢？你怪不了我，只能怪自己贪心。他气绝身亡。我出门扶着强吐的昏天黑地，我恶心，恶心所有仇人，也恶心怀了仇人孩子的自己。贵妃厚葬后，我找到了杨文凯哥哥。姐姐说他死后让我来投靠你，姐姐说你最是疼他，姐姐他死得冤啊！如果皇帝对他关爱多一点，他也不会就这么死了。我哭得梨花带雨。杨文凯并不是傻子，他当然不会轻易相信我说的话，他会查，但他查到的所有信息都是我提前安排好要透露给他的信息。在我约见杨文凯见面的第10天，他终于送了消息过来，说要叫我，他让我除掉康婕妤，因为他要夺康家的兵权。国家武将凋零，朝里唯一能带兵打仗的只剩康家，他容不下康家。我大概知道他要做什么了，真是狗胆包天，但这也是我正想做的事，现在就成了这股东风吧。宫里最近传言陈妃与康婕妤私交甚好，康婕妤天性单纯，活泼烂漫，如果身在平民百姓家，皇帝与康婕妤会是我羡慕的模样。男人会对自家女人温柔以待，女人会以自己的夫为天，可这个恶心的帝王配不上这么美好的康婕妤。我送了一粒药丸给康婕妤，嘱咐她必要时服下。前朝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当朝大将康将军在外打仗，抗旨不回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，皇帝气得砸了御书房。这些有钱人真的是一言不合就喜欢砸东西，皇帝的怒火无处发泄，想起了后宫中的康婕妤。你看，就算在登对的神仙眷侣，涉及到利益就会变了味，但他不知道康婕妤已服毒自杀。康婕妤就算再天真，也知道自己是母家的掣肘，也终于发现了我的药丸的用处。我看着工人将他的尸体运走，眼见皇帝气匆匆地走过来，跑过去抱着他晕了过去。我不能让他有闲心去关注康婕妤的尸体。皇帝后宫佳丽3000，但是没有一个生出了孩子。民间传言是因为宫门口挂着的人皮灯笼阴气太重，所以贵妃的孩子没保住，我的孩子也会保不住。如今的后位悬而不决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只要我生出了孩子，后位就是我的。这也是杨文凯选择相信我的原因，他把我当一个棋子，却不知道他自己也是我要成的东风。光照9年，我生了一个皇子，皇子的降生打破了人皮灯笼阴气太重的谣言。同年，我被册封为皇后，杨文凯成为了国舅。我果然没看错妹妹，妹妹前途无量啊！妹妹放心，哥哥在前朝也会为你铺路，为我铺路，那就为我铺路吧。皇子喜30，又有后妃传出有孕的消息，我称病没有任何动作。杨文凯亲自找人解决了怀孕的后妃，宫中又有谣言称我是天命皇女，因为整个后宫只有我生了皇子。我抱着孩子看着那一盏盏人皮灯笼，告诉孩子这些都是他的家人。皇帝最近乏得厉害，只有抱着皇子的时候精神才能好点。人人都说是被拒不返还的康老将军气的，只有我知道他是中毒了。为什么太医诊不出来呢？因为是我下的毒啊，我说过的吧，我是最好的用药师。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到最后甚至说不出话来，批奏折的重任渐渐压到了我这里。早朝也是我陪着皇帝去上，朝臣纷纷反对，更有甚者要以死明志。这天下是萧氏的天下，怎可由一夫人说了算？是啊是啊，古往今来，没有女人能干涉前朝朝政的。如果皇后娘娘执意要干政，臣就撞死在大殿。坐在我旁边的皇帝激动到颤抖，我侧过身安抚，实则偷摸着给他喂了个药丸。吃了药的皇帝安静多了，那就看着我怎么收服这些拥护他的朝臣吧。本宫是女子又如何？本宫是皇后，是一国之母，这天下也有本宫的一半。各位口口声声说这是萧氏天下，可是皇帝陛下亲口告诉过本宫，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。你们有谁不服的？大可上前来说道。第一个上前的
是个老尚书。他还没说话，就被杨文凯砍了。慢慢擦拭刀刃的杨文凯嚣张至极，也把皇帝气得吐了血。我带着皇帝回宫休息。第二日上朝时，朝臣明显是昨日安静多了。我看着杨文凯，他对我点了点头，但朝臣们都有自己的骄傲，要让他们臣服于我，还有的忙。果然困难接踵而来，江南发大水，我要派人去治水，境内极北之地干旱，难民无数，但国库空虚。我带头捐了宫里能捐的所有贵重物品，让人拿出去卖了换钱救难民。朝臣们又反对，娘娘卖了体己，就是丢了皇室的尊严。尊严重要还是人命重要？我没听他们的，还号召宫里所有的嫔妃募捐。前朝的那些老顽固终于有了信服我的迹象，因为他们发现那个被杨文凯砍了的老尚书被我安排了厚葬。他们都说我是有情有义的皇后了，国家有皇后是国家之福。他们所知道的我只是一个女奴，却不知道我从小读的书不是女则女诫，而是民生。父亲说过，女则女诫是小女儿家家读的，可我不是个小女儿。我坐在上首，看着下面对我参拜的朝臣，高处不胜寒。而杨文凯显然不甘心对着我俯首，他希望我向皇帝讨一道封他为摄政王的圣旨。我点头答应，他绝对想不到我转头就停了给皇帝的毒。毕竟啊，狗咬狗才是最有意思的，不是吗？皇帝能说话的那晚，我与他彻夜长谈。第二日，他神清气爽地去上朝时，杨文凯气得一句话没说。杨文凯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只道是宫中太医用药精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，要不然会打草惊蛇。杨文凯思索良久，同意我的做法，转头又将矛头对准康家。他又说康家要谋反，他以为皇帝这次还会听他的，但皇帝拒绝了他，因为我已经将他要陷害康家的这个消息提前告知了皇帝，我绝不允许宫里再多一盏人皮灯笼。杨文凯似乎很急切，他疯狂地在外招兵买马，一个个的拜访我父亲之前的部下，他在拉拢人心。我不能如他所愿，我将杨文凯的心思上报了皇帝，并主动说会给他递消息，他捏着我的下巴会愿意相信我一次。皇后，你是朕的皇后，杨文凯跟你可没什么关系，你这次选得很对，朕相信你之前说的话，只要你待在朕的身边，朕不会亏待了你。皇帝爱我入骨，宫里都是这么说的，可是这恶心的帝王哪会有情爱呢？只不过是只能相信我罢了。他要我为他提供有用的消息，哪天一不行差踏错就会身首异处，可他又怎么会知道我是要借他的手杀杨文凯呢？我将皇帝的所思所想告知杨文凯，让他务必留心，并劝他举旗谋反。杨文凯听了，携手下大将叛逃，并迅速占领了离京300公里的陶城。当杨文凯砍下守城将领的头颅时，估计才会清醒。是的，我给他下了药，一种能让人兴奋的药，让热血浇灭药效，他应当会后悔死，但那又怎么样？事实就是他已经叛逃谋反，他曾用谋反的罪名诬陷我家，如今我要让他背着谋反的罪名死。他让人传话给皇帝是受了我的挑拨才会谋反，被皇帝当堂斥责，无耻之徒。朕的皇后早就提醒过朕，杨文凯有谋反之心，朕只不过略施小计，他就原形毕露，当真无耻至极。没错，给杨文凯下的药是皇帝给我的，但皇帝自己也不知道我偷偷把他给我的药给换了，我怎么可能给自己留下把柄？他们两个走的每一步都在我的预料之中，接下来就要看皇帝的手腕了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！毕竟宫门口的180余人皮灯笼都在提醒着众人，你是个有些铁血手腕的人啊！可我没想到，朝堂之上，自我全家被屠，武将逐渐凋零，如今一个能打仗的人都挑不出来，要么年纪太大，连马都跨不了，要么太年轻，毛都没长齐。这边皇帝愁得白发渐生，那边的杨文凯也认识到朝堂没有武将可用，开始叫嚣着要代替皇帝。百官都说，如果赵家还在，哪怕只是一个小将，是啊，哪怕我赵家有一人还在，都不会让杨文凯如此嚣张。这天我看到皇帝去看了那一盏盏人皮灯笼，说起来，父亲是看着皇帝长大的，他随着先皇开疆拓土，看着国家日益强盛，那时候的他也绝对想不到会死在自己看着长大的人的手里吧。皇帝满满的走过条甬道，我在甬道的尽头等着他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，走到如今的局面是他自己造成的，如今倒是给杨文凯做了嫁妆。是啊，再有铁血手腕又怎样，无人可用啊。悲在我提醒他还有康家，他开始派人去找康家，但康家早已不听他的命令了，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一条人命，他好像才想起来自己逼死了康婕妤。我主动请命去找康家军，他允了，你与康家的女儿相交甚好，想必他的父亲也会听你一言。我点头称是，心里却是不屑，与人家的女儿相交甚好就想让人家为你拼命，做的什么美梦？可他不知道，我既主动请了命，就代表我一定会做好这件事，因为呀，康婕妤根本就没死。我走到康家军驻扎的衡州境，看到了那个天真烂漫的娇俏美人。如意姐姐，我已经按照你交代的跟父亲说了，他这么叫我，我才想起来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叫如意，却不知道我姓赵，赵家的赵，满门被屠戮的赵家的赵。
我去见了康家将军，也是我父亲的好兄弟。他拉着我的手掉下眼泪。赵家哥哥，我早就提醒过他，当今皇帝肯定容不下我们这些老人，让他早做准备。可他不听我的呀。我的好侄女，你受苦了。我也是第一次敢在人前为自己的父亲哭丧。康将军为父亲弄了个衣冠冢，我跪在牌位前发誓，定会洗清赵家冤屈，我定会让仇人用热血还清这份罪孽。我在衡州待了半个月，杨文凯已经先后占领了5座城。康叔叔过来问我什么时候出手，我遥望着远方，告诉他不急，现在皇帝还没被逼到一定的份上，等他被杨文凯的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，他才能记得他的恩人啊。终于在他觉得上京就要被他踏平的时候，我带着康家军回到上京，但我没急着回宫去，只带着康家军驻扎在城外。皇帝急急传令让我回宫，但我都被敌方的流火阻断了回去的路。皇帝急得没办法，带着我的皇儿来找我，但我没想到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斩了康叔叔。来人，康家军意图谋反，给我斩了！这个皇帝真是被我的药味多了，认不清形势了。我上前抱过孩子，顺便提醒他，现在只有康家军可以退杨文凯。他咬着后槽牙说，刚刚的话是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可笑。不得不说，康叔叔确实比我父亲聪明多了。心胸狭隘的帝王不值得扶持，哪怕是看着长大的孩子也会拔刀相向。已经容不得再多说什么，因为杨文凯又开始了猛烈的进攻。光照10年，杨文凯倾尽所有攻打上京，却久攻不下。他在军营里急得团团转，却不知道此时的我已经一个个的拜访过他手下的大将。他自封中山王，扬言迟早将萧氏天下取而代之，但他忘了百姓根本不关心谁做皇帝，他们只关心自己过得好不好。自杨文凯揭竿而起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而他手下的兵卒无不是这些平头百姓的儿子、丈夫。同年底，我带着这些妇孺站在城墙上唱歌，让他们各自呼唤着自己的丈夫儿子回家。一句句的歌唱声传入对方军营，引起异动。书上说的四面楚歌，大概就是如今的情形吧。我看着敌营亮起了一个个的火把，大声叫着想回家，甚至有人已经跑出了驻扎营寨。此情此景让人泪目。我看到杨文凯在下令，似乎是要射杀那些跑出营的将士，但我带领的这些妇孺没有停，尽管他们都眼含泪水，因为我提前叮嘱过他们，并保证跑回来的将士会安全抵达。是的，我去找父亲之前的部下，并不是请他们帮我，而是请他们保护好自己的部下，因为父亲说过，身为将帅，最看重的就是自己手底下的士兵。一个好的将领，一定是最爱护士兵的那个人，所以我想提高在那些将领心中的分量，只用这招就可以了。而我父亲之前的部下之所以跟着杨文凯，不过是因为我的父亲死得冤，他们不甘心再跟着皇帝而已。可怜杨文凯还以为所有人都是看上的他许诺的荣华富贵。经过这次不见血的战役，跑过来的士兵大大小小将近1万人，皇帝对我刮目相看，但也怀疑起了我的身份。一个小小的女奴，怎会有如此心智？你真的是个女奴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他的声音早已不再清朗，变得浑浊不堪。我没回答他的话，只留给了他一个背影。我是谁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光照11年初，杨文凯带兵突袭城门，被康将军带人擒拿成功。能轻易拿住，当然不是因为杨文凯太弱，而是因为他的军营里没有人想打仗，他们每个人都想回家，他们每个人都甘愿为我传递消息。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杨文凯的时候，他气得吐了血。你这贱人，你只不过是个区区女奴，本王看你可怜才将你认作妹妹，没想到你是个黑心的，可怜我的妹妹瞎了眼，对你这么好。是啊，你下去见到了你妹妹，记得告诉她，下辈子眼神要好使点，不该得罪的人不要得罪。我还告诉她，贵妃娘娘可是我亲自送她走的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也亲自送你走吧。杨文凯在我的脚下卑微不堪，我亲自用刀斩下了他的头颅，扔到了那些人皮灯笼下。父亲，哥哥，你们看，我又做到了。杨文凯死了，代表了这场谋反失败。经过此次战役，人人都知道国家有个一心为民的皇后，却不记得有个皇帝民心所向。我代替了皇帝上朝，我逼着皇帝写了罪己诏，他承认是因为自己心胸狭隘而杀了开国大将赵新成。此次罪己诏也要为赵新成平反，一字一句都是我逼着他写的。可是没人知道，众朝臣渐渐觉得这个皇帝可有可无，甚至差点因为他的狭隘害了整个国家。我将朝臣的反应和民间的传言都传达给了皇帝，彼时他已经病入膏肓，无药可医。第二天我下朝回去后，皇帝死了，太医说是咬舌自尽的。这种死法对于皇帝来说太不体面。太医问我如何跟朝臣交代，交代什么交代？如实说。从此这个皇帝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也成了朝臣不愿提起的最窝囊的先皇。光照12年，我儿继位，改国号为光武。我将先皇的后宫嫔妃都遣散出宫，后宫佳丽3000得以与父母团聚。他们都说我是个好太后，是国家之福。我看着那些人皮灯笼，将这些话都说给父亲和哥哥们听。身边的内侍提醒我时候到了，我身着素衣送这些人皮灯笼出宫入陵墓。父亲，哥哥们，
都怪我，到现在才能让你们入土为安。我会谨记你们的教诲，做一个济世救民的人。皇儿上佑，依旧是我处理朝政。光武1年，我做了土地改革，允许平民拥有良田，不允许官员垄断良田，还组织了一队暗卫，让他们私下查探有没有人阳奉阴违，一旦查到，绝不姑息。在我的雷厉风行下，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过上了好日子。民间都说我是活菩萨，其实我哪是什么菩萨呀？只不过自己受过了苦，想尽量给予这些平头百姓一点公平。光武13年，皇帝开始亲政，我开始退居慈宁宫养老，也经常去陪陪父亲他们。皇帝问我他们是谁，我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经过。他抿着嘴不说话。皇帝亲政之后，依旧很尊重我，大事小情批完之后都会呈给我看。我看着自己养大的孩子，万分满意。你不必所有事情都告知于我，你是皇帝，你可以自己做决定，母后不会干涉，母后相信你会治理好国家。他笑着点头说是，以后只有悬而不决的事情再来问我。此后皇帝便鲜少问我朝政的事，身边的宫人都说皇帝把国家治理得很好。我心满意足地笑着，儿子那么大了，我也老了。我又梦到了父亲，他跟我说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我想追上去问问女儿还有哪里做的不好，可我无论如何也追不上。醒来时早已泪流满面，工人急急忙忙地跑进来告诉我，宫门甬道处又开始挂起了一盏盏人皮灯笼。我听得头皮一阵发麻。全文完结。